你是否曾经因为价格问题而失去潜在客户呢？今天我们将分享如何在不降价的情况下，让客户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产品。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探讨这个主题，提供有效的回应方式，并分享一些实用的策略，帮助我们对应客户对价格的质疑，让他们愿意接受你的产品。在节目中，你将学到如何利用1. 凸显产品的独特价值 2. 提供实际的客户成功案例 3. 讲述引起情感共鸣的故事。这些方法将帮助我们有效地转变客户从关注价格转向重视价值。我们会分享如何让你的产品超越价格的概念，成为客户最愿意买单的选择。首先，让我们了解客户为何质疑价格的原因，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才能做出最有效的回应。1. 寻求价值感。客户通常关注价格，是因为他们希望确保每一笔花费都物超所值。他们可能担心消费之后却未得到相对应的回报。最有效的策略是明确展示你的产品或服务的独特价值。这可以透过很多种方式来呈现，例如数据分析以及客户的真实见证。这些都能够有效地证明你的产品不仅价格合理，而且在品质和效能上超越了竞争对手。2. 避免风险。当客户质疑价格时，实际上是在评估购买的风险。他们可能担心产品值不值得这个价格，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最有效的策略是降低价格风险的方式，例如提供试用期，以及让客户在购买前有机会实际体验产品，或者提供退货保障，以减少他们的购买风险。此外，强化售后服务，让客户知道他们在购买后仍然得到资源，进而增强他们的信心。3. 认知差异。客户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例如先入为主的价格参考点，他们可能已经设定了心中的产品价值，认为超过这个价值的任何价格都不合理。最有效的策略是改变他们的看法，详细解释你的产品和市面上其他产品的不同之处和优势，重新设定他们对价值和价格的期望。4. 跟风效应。客户通常会看看别人怎么说、怎么做，这样才敢下决定。如果他们发现大多数的人都买更便宜的产品，他们也会考虑这样子做。最有效的策略是利用社会认同原则，展现你的产品受到其他客户的喜爱和认可，分享他们真实的故事和推荐，让客户更容易相信你的产品，产生信任。深入了解客户在质疑价格时的心理状态，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面对这个状况。重点是价格只是假象，真正能打动客户的是他们从我们产品中获得的价值和对我们的信任。了解客户的心理状态后，结合以下有效的策略，将有助于销售过程更加顺利。当你面临这样子的情况时，我们建议向客户展示产品的价值，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你的产品值得更高的价格。1. 要让客户明白你的产品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这些差异值得他们多付出一点钱。掌握以下重点。1. 要凸显产品的独特之处和优势，这可以是技术创新、品质保证或客制化的选项。如果你的产品有创新的技术，这会是一大卖点。更高品质的产品通常成本较高，能够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和更长的耐用性。同时，客制化服务可以满足客户特殊的需求，让产品更贴合他们的所需。2. 着重于产品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比如节省时间和成本，或者增加产出和效益。好产品应该能帮助客户省时省钱，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更多价值。3. 善用情感共鸣与品牌故事，讲述品牌的故事和理念，让顾客了解我们的价值观和初衷，同时也要透过分享其他客户的成功故事来呈现产品或服务是如何真实地改变他们的工作或生活。4. 提供真实服务。好的售后服务很重要，
建议提供产品使用的培训或教学，确保客户能够充分利用产品的功能。2、提供真实的成功案例和客户推荐，用数据和实际经验来消除客户的疑虑。掌握以下重点： 1、要建立信任，客户通常更相信其他使用者的真实经验，而不仅仅是推销人员的推荐。透过成功案例和客户推荐，可以提供具体的佐证，帮助打造信任基础。2、具体化价值，这些案例转化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把抽象的价值变得具体明确，让客户更容易理解。3、降低风险感，当客户看到其他人已经成功使用你的产品，他们会觉得自己购买风险减少了，这样更容易做出购买的决定。在销售过程中，客户通常因对产品不了解或怀疑效果而感到犹豫不决。透过提供成功的案例和客户推荐，我们可以使用实际数据和经验来支撑产品的价值，进而消除客户的顾虑。3、用感人的故事打动客户的心，让他们从情感上对你的产品产生共鸣。掌握以下重点：情感故事能够拉近品牌与客户的距离，让客户认同品牌以及真诚感受。2、动人的故事比单纯的数据和事实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3、情感共鸣能够打动客户的情感，让他们更有动力采取行动，进而增加购买的意愿。在销售过程中，分享能触动客户情感的故事，可以有效地让客户与你的产品产生共鸣和连结。这种共鸣可以深深影响客户，使其更愿意接受你的产品或服务。总结来说，当你能够深入了解客户的想法，以及具体的做法和真实的故事来支撑你的产品或服务，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客户对价格的疑虑，还能明显提升销售能力。客户将不再只看重价格，而是能完全认同产品的真正价值。如果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下方评论区分享你曾经遇到过的价格质疑经验，以及你是如何应对的。如果你觉得以上这些策略有用，别忘了与你的朋友和同事分享。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